Hello，各位同学，大家晚安。今天的课程是这个哈，不过正课待会才会开始，好不好？那今天先一样直接来回答同学们的这些问题。来，我们从最上面的同学开始。好，这位同学说，哦让同学，我认得你耶。你说这是存活了16个月，但是把账号打爆了。我很认真跟你说哦，光你能够存活16个月这件事，你已经赢了99%的人。我不是乱讲的，真的，99%的人应该讲90%的人连2周通关后拿到那个账号，连2周都活不过去。90%的人，所以你已经赢了很多人了。所以你给自己掌声鼓励，好不好？那你说活了16个月终于爆掉，我相信这中间一定有很多心理的煎熬。我反而会很开心的去看待，耶，我活了16个月，然后爆掉这件事，我会用很正面的角度去看待爆掉。虽然心情很不爽，虽然一个拿了好久的账号，结果爆掉了，因为他正好给了你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什么教育？你会好好的活了16个月，你哪些东西的做的事情跟以前你活下来的时候，你赚到钱的时候不一样，对吧？那你就可以很明确的把这两个交易记录给交出来看。我赚到钱的时候，我是做对了哪些事啊？我没有乱做哪些事？那我把这个账号打爆，我做错了哪些事？凹单啦，过度交易啦，怎么样？反正你一定有这个东西可以去做检讨、比对一下，你一定看得出来，对吧？所以你要做的只是休息一段时间，几天、1-2周随便你。休息一段时间以后重来，那这个重来，你就在你的荧幕旁边或墙壁上贴上几个字，就是好，我曾经犯下这几个错，那我这次的目标就是我不要再度犯这些错。好，这样就好了，好不好？不用想说我要狠狠骂你啦。不过我另外一位同学，这位你说赔了第17个$1000，已经连续半年没失心疯，上个月却破功。同样的东西也是给这位同学，其实你要把这边当成是一个抓到你弱点的好机会。因为我们平常像我们过去的交易都是用真仓真实的钱来抓弱点，那个有够痛而且被市场抓到一次你的弱点，你要花不是3个月而已你可能要花半年到1年的时间存钱，才有新的账号来重新测试再被发现一次弱点，又要在一个半年1年，你是有多少个半年1年？所以我们要反过头来用很珍惜、很庆幸的角度感谢市场有这个东西，让我们来找到自己最不会的那些地方，然后我就可以去调整。就跟棒球一样啊，你去打几场，发现你很不会打内角球，你就拼命的去练内角球。我就是这个概念，你不要到世界大赛的时候才让你来面对内角球吧，对不对？好不好？那我给这位做空台子期在1月23号凌晨2点的60K这位同学太厉害了，来，你的空单很美，在这边我把它叫出来，你做空的位置我看到了，你做空在这里，在最上面的这个地方，这里23800这里，这是一个很美丽的点，好不好？这是一个很漂亮的60K 的边界乱打2，边界突出去，十字隔壁这是一个很美丽的边界乱打2，但它不是标准图，它就是一个抓满足区的边界2的概念，是个好的出手，我觉得很 OK。但是它就是没有图，它比较摸，但是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摸。你有等待，等走平，又有等突破，又有等缩回来，这些动作都有，这是很棒的，好不好？恭喜你。那有同学问说，我老于2498日 K 今天是不是买在打击区？第一个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买，不过我最近这几天是我还在休假中，因为小朋友还没开学，所以我直接就干脆整个休假，把他们一样送去那个冬令营，有没有？不在家这样，然后我跟我老婆2个人放假去。那同学说，这里
是不是买在打击区？哦，没有，完全不会碰哦。注意看，这只股票是你说老于尖尖的隔壁，我是不是买在4910在这里？我不可能去买一个按下去就撞墙壁的位置的单子。如果我要做日线，我一定第一时间来，同学们，你都已经很习惯了。我要做日线单，我第一时间是做什么？做周线。我先看一下周线的长相啊，这个周线在上半部这边，所有在49、50几这些东西都不值得我参考。No No No， 你看哦，如果我是在前一段时间在这里，各位看这边，看这边，行情跌到这里的时候，我看的周线，我会说什么？我会说，哎呦，这个周线如果这里不是破底翻，什么是破底翻？然后就怎么样上去了？那些跟我说破底翻很烂的人，你要不要自己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对不对？自己不会做，不要怪老师，好不好？这破底翻就长这样子啊。所以这个边界，如果你在当时问我，我会跟你说：“哎呦，这是一个很棒、很干净、很值得观察的下缘。”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哇，上有压，下有撑，这是一个问号，我不知道要干嘛的位置，所以我会完全放过它。我连想要打击的想法都没有，就是站在打击区上面一看来的是坏球，直接把球放掉，球棒收起来不打啊，就坏球啊，这么明显的坏球啊，坏球有没有可能我出棒还是打成全垒打？有啦，但是我不是大股翔平啊，那就算是大股，那个几率也变低了啊，不是吗？好不好？然后刚有几位同学说周线2409周线到下边界，好，我们看一下。周线也友达的确在下边界，你有一些部位卡在这边要加码。我本质上不是很喜欢用这个负面加码的这种角度，因为我不确定你吸收到的东西跟我过去做的事情有没有一样。我们讲的是指你要把一个部分，假设你要做100等份的东西，切成10次的交易，每一次出手10个等份，这样子，对吧？那出手10次的交易。而且我是在一个固定的打击框框内，把这10等份平均的这样吃一吃，然后我还是设一个总风险，但是我并不推荐大家是往下的方向吃，好不好？那从你问的问题里面，我看得到的是，你说周线是本周跟下周是不是好的观察点？坦白讲是，因为1周下不去，上去又回来，2周下不去，如果这2周都长这样，下一周出现在这边，如果在这里很值得往这边做，好不好？但是会不会立刻上去，这不是我决定的事情。OK， 那给问我水杯的同学又一个新的水壶了，因为我又搞丢一个。啊，我老婆又买一个新的给我，我好像可以去接水壶的业配哈。然后同学问我说：“我的万海还在吗？”有，我的还在。我刚好截图。这是我刚刚从手机上面的截图，这是各位你看到的均价跟部位跟过去你看我贴出来都一样，就是这里哦，万海还在，因为均价在69吧，所以我不会因为最近的这个下杀而紧张什么的，不会啊。而且来讲到万海，来，各位，这是万海的60分 K， 请问各位你看到什么东西？哦，昨天涨上去嘛，今天又跌回来嘛，这个跌回来正好跌回来在哪里？关键边缘。所以这边如果接下来有一些震荡在这附近，又出现各种下影线下不去，各位知道这些是好东西的，对不对？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位同学说吸引力法则这件事情，待会会好好的来聊这个。那这位小土豆同学你直接帮我把我想回答的一大部分给讲完了。真的，所以其实待会也会讲到，我们并不是希望大家用吸引力法则来求乐透啦、求暴赚这样，好不好？然后再看一只股票2354，好，我们看一下2354，待会我会切即时的讨论区，看一下大家问的问题2354周线尖尖的，日线还没出现标准图，是不是应该耐心等待？周线等一下我先看一下周线。我的习惯
先看大再看小。好，这个周线尖尖的，好，这个周线可以。对，你等日线，没错，你的规划 OK。周线叫你等下一周，下一周这个地方会好多了，而下一周那个地方有可能就会是日线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这样如果有这样，这会好很多，好不好？那我先往下滑咯。有同学说衣服很帅，对，这就是那个台湾这次拿世界冠军有没有的球衣，希望再帮那个 WBC 集气一次，大家都帮他集气一次这样。有同学说我的播放清单里面新手必看观念篇，我的那些影片我是照顺序把它由浅入深的一路帮大家带过来，这样好吧？所以如果有新手同学一样，请去看一下那些播放清单，好不好？来咯，刚刚我看到同学在问中国的股票是不是啊？还是1111？好，我先看这个好了，1101台泥。同学说我今天的发型特别帅，是不是？这就是发型而已。各位讲到发型，你们去看那个陈杰宪的头发，我觉得他头发很不科学。他戴着那个棒球的打击头盔，一拿下来，理论上要干干扁扁的头发，结果他一拿下来，哎呀，一甩还是很飘逸，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代言的洗发精真的这么有用吗？哦，台泥不错哎，这个台泥，哎呦，很好很好，这个边界不错，可以啊。事实上，他昨天这一根31到31.5这里已经在暗示你整个惯性，你看你自己涂鸦就知道，惯性已经开始变成什么哪一边了，对吧？不错啊，这样子。各位，我刚刚讲陈杰宪的头发，对吧？对吧？非常不科学，那个还有曲线，还有波浪，怎么可能？那个安全帽拿下来应该是压得扁扁扁，对吧？我也不知道，他带着主角的光环，所以连帽子都不会坏掉，太厉害了。我虽然是象迷，但是为了这次的这个棒球，我还去买了一件他的背号的那个什么国际赛的球衣，是他的背号，台湾的那个这样。有同学说从新的往旧的看，对了，频道的影片从新的往旧的看，因为蛮多的。我跟你说，你至少要看到去年10月多那附近，一天看5部够了啦。其实我觉得还一天看5部还有点多，一天看个2部其实已经很够用了。你看5部真的会吸收不良哦，我自己这样觉得。我直播的影片，我从头到尾再看一遍，我会睡着。我相信各位也会睡着。对，我做不到啊，所以我直播完就都没有再看过了，好不好？来，刚刚看到有一个同学问中国的股票好像瞄到在哪里啊？在哪里？哦，我看到了301628，我看一下，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301628，哎呦，日线不错哎，干干净净的边界，还算 OK。日线不错啊，然后周线呢？周线，整体而言，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讲是不错的股票，我觉得 OK 耶，尤其是这个日线底下打底嘛，左边整理的时间跟右边整理的时间差不多。那小小的隐忧是它周线没有到，如果这个周线的尖尖的稍微再下来一点，我相信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在这里，如果它有下来到这里，哇，这个会更美丽。但是我觉得已经可以测试一次，我会愿意用一次失败的这个金钱去测试这个边界，这样不错啊，好不好？然后呢，再来后面我好像有同学看这只股票，这个不是哪一个啊？这只刚刚有同学问到2342茂系这个周线哦。这个周线我只能说，如果这不是破底翻，什么是破底翻？这有够美，好不好啊？所以它在日线里面，各位有没有看到？我好喜欢的股票就是像这种周线干干净净，那个边界好平，然后好工整，哇，那个就是我会想要的东西。OK，
很美啊。所以日线啊，不过日线这里有点小撞墙了，你可能就规划一下，看有没有机会回来吃。反正你现在不管怎么吃，你的防守其实就是要只能守到这个整个边界的外面。那你在问我说打击区怎么设定？然后我跟你说，当你前一周看到这样子的时候，来，前一周看到这样尖尖的在这里，但是底下这边更多的周线在这边，你心中就要有个底了。打击区大概就是这里29点多到30块，这么宽，哎，对，没办法，因为它的周线就是这么宽，这里也是，这里也是，对过来这里也会是。所以如果是我在这一周隔壁这附近，这里会吃，这里也会吃，这里会吃，这里会吃，反正29点多到30出头这边这个区域就是我说的，我习惯画一个框框的打击区，然后来到这边，我有10等份嘛，我就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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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在这个区间里面上上下下来回的吃一些，反正我就抓均价哦，这样我吃股票的概念是这样子的，OK。然后有人说 AMD 狂吃吗？我看一下，我这边有 AMD，来，我自己的股票。我先讲我的 AMD，我只有吃30万左右台币，我并没有花很多，所以我的 AMD 是直接就丢着，因为我才丢$10,000多而已，好不好？它就算亏也不过才亏$1,000多，这在我的视野范围内，我会觉得这$1,000多就一点点。我接下来还没有真的要想要把部位完全丢进去，但是已经快要可以了，因为我想要多等它这边震荡一下，如果它在这个地方震起来，让我有机会看到破底翻，那我就会$5,000、$10,000这样子咚咚咚开始慢慢的把我的部位建起来啊，我也不用急着在一天就吃完，我就今天吃个5000，明天又回来到附近再吃个1万，我就慢慢的把部位给建起来，这样。好不好？所以我不会急着现在吃，但是它如果有出现这里这样子，这会是很美很美的东西，好吗？好了，来，那在进入正课之前，我先带大家看几个东西哈。在过年的时候，我还是有发这个会员的影片，我知道有些同学有看到。那在2025年这个2月4号的早上，我就直接发了这个影片，大家看一下我在当天看到的东西。我当天就看说NVIDIA， 我说这个日线在这个地方115、118这边注意看我说什么，我把声音切出来好，来看一下以后的隔壁，那隔壁就是什么？就今天今天的晚上。所以其实你可以好好的去观察一下这些跌很深的，包含之前的 Microsoft。我要求大家我当时讲的是 NVIDIA。但是因为刚好我出去玩，我根本没吃到。来给大家看，我当时看盘的时候是这样子，这根看我的荧幕在这里。当时看盘的话是这一根，我说，然后2月4号是这个，在这一根的今天，我当时说的今天就是那一天，这样子。说这一天的晚上可以很值得观察什么？对，观察这种边界来了就可以好好的去观察它可不可以吃。我跟各位说NVIDIA 这种股票，我其实很感谢 DeepSeek， 因为有它这种全世界一路在买的股票，才会因为它而大跌。不然本来在150几块，你要我吃，我完全按不下去。在附近，如果我有看盘，我会吃，但偏偏是我们过年时间，我就完全摆烂，都是出去玩，然后南北跑，找家庭啊，干嘛的这个时间，这样。好不好？那所以对我来讲，我就没有打算要很积极的做交易，但是这里真的很美，这里 ，OK， 然后再来，在那支影片里面，这个影片里面的前面，我在说我当时的当时我看到它这个叫什么 SMCI 来。我看一下这个来注意看我说的，甚至是杀破很远然后我自己持有的这支 SMCI 昨天也杀破底破很远破到这边来不要小看了，这是日线然后呢，杀破底破很远，居然被一个神秘力量来，我们来到短线看这一段，我直接暂停，
我直接带着大家看这几个东西，我们当时看的那个东西一模一样，来，跟我平常在跟大家讲的东西都完全一样哦。当时我看到的东西是这样子，我说日线，来注意看，日线它整理了这么长期的日线，跌破了这么一大堆，从去年11月、12月涨上去以后，跌下来的到2月这里，这很久了，跌破了，理论上要引发这么一大堆人的停损，应该要很凶很凶的一度往下杀，对吧？结果却没有，这里发生什么事？所以隔壁这边其实很棒。那最近这只股票后来才发布消息说，他们的产线满档，说他们的产能满档哦，因为 NVIDIA 跟他们下的单订什么什么东西，所以他们的晶片的产量满档等等，然后大家就狂买。昨天的新闻是这样子，这样新闻出来以前，各位有没有人早知道？你自己说，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重要的边界，等它告白失败？我不是有发一支短影片吗？请我们小编剪那个短影片。我一直以来都用同一个东西在观察市场。去年是这样，前年是这样，大前年也是这样子，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并没有变，是市场会一直变没有关系，但我们一直用同一套逻辑在看市场，这样就够了，好不好？然后我的小纳，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的小纳，我不是看着单子吃到，我是预挂吃到的。要切到很前面的，我可能用我在哪里预挂的呢？来，在这一天行情在这里的时候，我并没有吃到单子。我讲说，不然我就挂个底下21000这附近吃吃看。还叫得出来我的那个吃单，还叫得出来，有，来，你看，我吃在这里，我吃了4口，这样子。那为什么我只挂4口？我为什么不挂10口？因为我没有在看盘，那这些时间都是我们的过年时间，所以我是完全不理它的状态，所以这个风险我就挂这边，下面一点点是我的风险，这就是 60K 的风险这样。然后运气好来了，然后就这样子上去，像一路到这边。那我的计划是什么？来讲一下我的计划。这计划其实我也讲在之前的影片中，你都让我吃在日线的这种边界了，我一定是赌什么？赌这边亚当咚翻出去，然后一路到结算，我就是这么凶狠。对啊，如果我有认真看盘的时候，其实我应该会在盘前找机会，慢慢的在堆叠的方式，把10到20口的基本部位给堆叠出来。但是因为我没有看盘，所以就算了，也只能这样，好不好？好了，那有同学也是在挂单差不多的位置。赞 ，OK， 那我们先挂单算接刀吗？是，摆明就是接刀。所谓接刀的概念就是指例如说这里价格由这里往下来，你的正左边没有人挡住这个子弹，没有人挡住子弹往这边飞，这些人都是接刀。那吃在这些人这里，这些人就不是接刀了，因为有这一个人拿他的身体，拿他的盾牌挡住这个子弹，所以你躲在这些人后面吃，可以。所以挂单本来就是接刀所以我当时因为我没有办法看盘过年期间开车也好，南北跑也好，然后跟家人相处也好，这样，所以我无法看盘嘛。那我就是挂吃单的位置跟停损的位置挂好了，挂大边界的部分，然后呢设好我预计要亏的风险，反正这个钱就给他4口而已，那个没有亏多少钱。好吧，那个在我们的视野里面，那个钱是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你就不理他，反正就简单吃个4口，有就有，没有就算了，这样 ，OK， 好不好？我今天还没有下单，我到今天都应该讲，我这几天包含本周，我整个心情都还是玩心很重。好，我觉得我也需要收心，所以我是完全没看也没下等等。现在虽然刚刚有一个小纳的好点，刚刚有啦，刚刚底下这边有一个这种位置，但是我也没有下，就这样就好。而且这个位置还是满足区域后的惯性改变，这样子，但是就算了，这样好不好？来喽，那我们今天来看
今天的主题难得多了到9:08才开始讲今天的主题啊。来，今天的主题是如何让吸引力法则有效。那我在网络上的文字，我上面是写有一派的人一直都认为很棒，但是另外也有一群人认为吸引力法则是狗屁，是我拿来卖课程、洗脑大家、卖鸡汤用的。这真的是这样吗？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怎么样扭转这个无效变成有效。我说大多数的人都做反了。OK， 同学说今天把部位出清，你不想赌亚当 ？OK 啊，那你就出得很好啊，很棒啊，很好很好，那你出清的很棒。好，来了，我们第一步要先从春联开始。老姨，你为什么讲春联？春联本质上是不是就是希望福气、喜气的到来，对不对？我们逢年过节，像每年的那个过年，你一定会挂春联嘛，招财进宝的福，有没有春，对不对？那他的动作是祈福，并不是不劳而获。这一张招财进宝的春联，并不是说我在我的门口一贴，我就可以回家睡觉，睡个1年，然后那个招财进宝就进来，钱就出现在我家门口，不是这样吧？这个的动作，我们贴春联的动作是希望在接下来这一年，我们仍然保持着正面的这个有福气会到来、有财富会到来的想法，然后呢，努力的上班，认真的工作，对吧？是这样子才对，对不对？但是大部分人都把吸引力法则用在哪里？用在不劳而获的快钱上。想乐透啦，老于我每天都想要中乐透，怎么都没有中。对，吸引力法则不准啦，刮刮乐、乐透怎么都没有中。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拿来让你赚这种快钱用的。来，等一下继续会往后聊。我们在中国人、台湾人、亚洲人在祈福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习惯的现象。什么习惯？我们喜欢贴春联，也会在家里摆一个这个东西，叫做聚宝盆。有没有？你会去那个古董商店，或是去那些花店，有没有买一个像这样啊？里面还有一些水在滚，有没有？一颗圆珠，还有水在滚，对不对？象征财富源源不绝的来，对吧？好，来，我问你啦，一个聚宝盆，如果它肮脏不堪，或是路边有一个聚宝盆的大盆子，被一些路过的人丢了几个饮料杯，你觉得过一段时间它会变成什么东西？会变成什么？有同学说卡卡的，真的吗？现在还有卡吗？现在还有卡吗？同学说会员影片75的是纯赞助，那个没有影片看哦，要看影片的要1200的那个啊，记得不要用手机订，手机会被苹果抽税，会变贵，变成多少？1400多吧，这样。来，先告诉我一下，各位眼前有看到卡卡的吗？狂转圈圈。等一下，那我需要文字。现在呢，我打不出来，我知道这样子的。蛮多 YouTube 直播都这样，不会卡。看前面一点的，很顺。现在还好哦，好吧，那我就继续咯，好不好？那我继续，我已经换成那个中华电信最高的1G 上传1G 下载，而且我还接了有线，我拉了一条实体的网路线接到旁边的电脑上，我已经尽力这样，好不好？我这边能做的就尽量了，这样。OK， 那继续哈，我们来聊这个聚宝盆的事情。如果你在家里买了一个聚宝盆，你一定会很细心的呵护它，有一些灰尘就把它擦一擦，你想要让这个聚宝盆擦亮一点。那你知道聚宝盆3个字，它不是生宝，它不是会自动生钱出来给你，它是聚。你知道聚的意思是什么吗？是吸。所以其实传统的很早以前的古代人，他们早就有吸引力法则的概念。
和气生财，聚宝盆，有没有？招财进宝，财富是招来的。那如果要招财进宝，来，那你的店乌漆抹黑，地板油腻腻的，你要招谁啊？你招得到宝吗？没有宝会进来啊。你一定要先把你的家里面，你的心里面这个家装潢一下，把它弄得干干净净，不用富丽堂皇，但是它要干净、舒服，要安定，对吧？但是大多数的人在祈求我要赚钱，我要赚钱，我要赚钱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是充满着我好没钱，我好需要聚宝盆帮我生钱，赶快钱赶快来。你的本质是我这间店很脏，要别人来帮我把这个店变干净，不对，你得先把你自己这间店打扫干净，好的福气，好的客人，好的钱财，好的宝物才会被你吸过来，这才是聚宝盆的本意，好不好？所以吸引力法则它不是拿来让我们许愿说啊，我许愿说我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不对如果照这样讲，我就每天许愿，老天爷给我1亿、2亿、3亿，要多少亿梦里都有，对不对？醒来就有了，是这样吗？不对吧？它是拿来让你相信，所以你相信一个东西，你的思想、你的语言、你的行动就会变成你所想的东西，所以你就会变成一个磁场。你是一个磁铁，那你自然而然会吸到相对应的东西。好的磁铁、坏的磁铁都是你自己创造的。你所讲的每一句话，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所以呢，你平常在跟底下我这边写，对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孩子说话，你是不是也是在帮他们贴标签？例如说，你怎么那么笨，这么简单的数学都不会？你可以问他说：“这个数学你为什么不会？”但是你不要多加一句话，就讲说你怎么那么笨，你就贴了一个标签，笨就写在脸上，就把它贴下去，贴在你儿子的头上，你女儿的头上贴上去。哪一天你怎么那么懒，贴上去。你怎么那么好吃懒做，又贴上去。哇，各种形容词更难听的都有。早知道不要生你了，生你出来浪费钱，贴上去。哇塞，你想象一下你在贴别人标签的那一瞬间，你自己是站在很开心的角度讲这件事吗？还是那一瞬间你其实也是乌漆抹黑的，对吧？那被你贴标签的那些儿女，或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老婆、你的老公，被你贴上这个标签，他开心吗？不开心。所以你的宇宙跟他的宇宙，在你一贴标签、一讲话的瞬间，哇，你黑他也黑，两个人都黑，那你们的宇宙会好才有鬼嘞，对吧？所以我们常常要讲什么假滴滴恭维滴滴什么这种说好话，我们过年逢年过节要说好话等等，是有它的道理耶。我们并不是来讲虚伪奉承别人的话，但是是往好的方向讲，恭喜人家，赞美人家，感谢人家。你多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打扫你的心里面，你是站在一个很正向的角度，我真的希望你好，对不对？有同学说今天的镜头怎么雾雾的？真的吗？真的吗？最近海底光线不稳，今天真的好卡哇，对不起，如果真的很卡的同学，我建议你可能待会等直播过后，你再回来看重播好了。这个没有办法，我已经尽力了。有线网络又是100G 的上传跟100G 的下载，我已经尽力了，好不好？会不会是某些地区，我也不知道。不过那个海底电缆的事情，说不定有影响，因为毕竟我现在虽然各位在台湾，但是我是连到 YouTube 的伺服器可能在新加坡或是在美国，所以我是先连出去才要直播给大家的，说不定会慢吧。
好，来，那继续。所以吸引力法则，我帮大家归类成这几个东西：是相信，不是许愿哦，不是许愿哦，是相信，并且行动。你对着你相信的地方去行动哦，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少了一个东西：累积。很多人都认为我行动了，第一天我就要赚大钱。我开店，我创业的第一周、第一个月，我就要赚大钱。也不对吧？任何一个吸引力法则，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去运作啊。他也要考验你是不是真的相信还是假的相信啊。如果你只相信2天，然后第3天就说啊，老于吸引力法则很烂啊，没有用啊。你看我都跟老天爷祈求了2天了，我拜了2天了，没有钱啊，没有客人啊，哎，没有用啊。你知道你在讲的那一瞬间，你已经不信了吗？我以前曾经有一次，我拿着那个吸引力，拿着一个图片给大家，那是一个我们玩游戏会有的那个进度条，有没有？这是进度条的0，这是进度条的100%。我们玩游戏不是都会这样子吗？你采矿采一次就是1，采2次就是2，采10次进度条就到了10，然后等你采满了100次的采矿。你的采矿等级就叮咚，+1啊，对吗？玩游戏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很多人他的信念都是永远都只有到一半，到终点前，假设采矿到100，老天爷就会真的有某个东西给你，然后再考验你。然后这些人呢，他用到80%的时候，就说老于，我都连续采矿了80天，采矿了80次，对吧？他就是没有给我啊，没有用。好可惜哦，对吧？放掉了最后这20%。那你要说，我怎么知道我要采的矿是100%的，还是200的矿，还是300的矿，还是500，还是1000的矿？我不知道啊。段誉都可以磕头1000下了，把那个磕破才得到6脉神剑，你为什么不能就乖乖的就做个1000次？对不对？相信个1000天，细哦，我是有叫大家付费来相信吗？购买这个手环，今天就会开始有吸引力，是这样吗？没有，我只要求大家相信你自己，不是相信我，也不是相信老天爷，我只要求大家相信你自己啊！相信个1000天都做不到，你是要什么做得到的事情？对不对？来，再来，要卖能量水，对不对？是，所以过去大家都认为吸引力法则是拿来祈求那种凭空掉下来的财富。有没有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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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们祈求的其实根本都不是祈求。吸引力法则的重点都不在外界，吸引力法则的重点是把自己变成那个样子。那刚刚这位 Force 同学，很资深的同学，你说为什么吸引力法则不能用在短期？今天想要赚一笔大的就会赔大钱。其实这个本质已经跟吸引力法则无关了，这已经变成赌博的想法。来。你想一下哦，如果我今天写一个剧本，我要这位 Force 同学要扮演一个在电影里面扮演一个很厉害的 trader， 很厉害的、很稳定的交易者的角色，你会怎么讲这句话？你会怎么看待你这些交易？你会真的想要孤注一掷的一笔赚大的吗？会吗？一个稳定的交易者，他不需要急于赚一笔交易，因为他不缺这一个交易，他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做，有这么多天，一年200多个交易日可以做，他不缺一天不做不会死，因为他知道我有实力，对吧？所以他绝对不会去刻意的把资金部位给在某个地方给放大，想说要赚一笔大的，不用，偶尔会赚到大的，那是老天爷给的。那不是他故意去求来的，他只是在做着一个剧本里面写着嘛，我们在扮演一个好的trader的角色。所以我每天都在说服自己来演戏。对，我就是来演戏的，演一个什么？每天早上就跟自己说，老于，今天又要开拍了，我今天要来演一个很有能力的trader。这个trader是一个不急
不徐会稳定交易的 trader。好，开拍，我每天都这么做。明天又要再继续拍电影，对不对？我这个电影要拍100年，拍个90年，我就这样子做，我每天都做这件事。那我可不可以同时间扮演第二个角色，一个成功的爸爸？一个好的爸爸会怎么跟小孩子说话？好，会不会适当的让小孩子去跌倒，不要扶他，不要把他变成扶不起的阿斗？可以。我也在扮演爸爸的角色，我也在扮演一个好老公的角色。对，我就演他，我自己是不是我不管，我就给他演下去，演他个10年，演他个20年就变真的了。这样懂这种感觉吗？所以重点在于你写下什么剧本，你希望你自己在你的人生里面去演什么角色。前几天遇到一个朋友，一个我们真实生活中很熟的朋友，他说他去外面算命，算命的师傅说他这辈子离不开他现在的这个工作，他顶多就只能这样子。他要是换其他工作会很不顺，不行。他年纪跟我差不多，那你看他非常相信算命师傅说的话，所以人家给了他一个你这辈子就只能做这个工作的剧本，他相信了，所以其实他自己的剧本已经把自己框起来了，他认为他只能做这件事。没有那个大家记得《魔戒》里面演 Gandalf 的那个演员吗？他也是很老才开始演戏，大家认识他的时候都是很老的时候了，对吗？他很老才出名，有关系吗？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那个框框，你想要扮演什么角色是你自己设定，而且你随时可以跟自己设定的，你不要把这个权利交给别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决定你未来要变成什么样子，不是你的爸爸，不是你的妈妈，不是你的叔叔伯伯阿姨兄弟姐妹，都不是，只有你自己。我们也是这样子跟我自己的小孩讲一模一样的话，你喜欢什么东西你去追求，成功也好恭喜你，不成功也好也恭喜你，你自己要扛。你睡觉爱睡过头要迟到，那是你家的事，我才不会载你去学校。你就是要扛去承受那个结果，对吗？我用这个角度好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拿来当做想要赚快钱，小成功的累积，一个成功的你看你现在看市面上任何那些成功的人，我们看 NVIDIA 的老板好了，他不也是从洗碗工开始，从一开始 NVIDIA 快要破产开始，这样一路累积的过来嘛？他是一天 NVIDIA 要变成全世界最厉害的股票耶，然后就嘣，隔天他的显示卡就变得很强嘛？不是吧？对不对？来，所以这个重点是我们遇到事情时候的态度。我过去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会怪东怪西，怪天怪地，就是不会怪自己。交易上遇到的惨事怪别人，生活上遇到的惨事，我之前也有讲，我还被那个别人骗，有没有？全部都怪别人，我不怪自己笨，我都怪人家很烂，人家很贱，人家骗我，这样。但是自从我把我的态度改变，是我自己设定我的宇宙，我的态度遇到事情的时候，我怎么用乐观或悲观的态度看待这件事情，对吧？因为不管你用乐观的角度或是不乐观的角度，你有做什么事或没做什么事，你每一分每一秒你都在建立属于你的宇宙。我们现在网络上有500多个人在看，这500多个人，你每个人的世界都不一样。我相信你身边一定有遇过一些朋友，他每天在 FB 或是在 LINE 上面，在各种地方的发文，他都是干怎么今天那么衰，我怎么出门怎么样也会被撞到，我车子停在路边也会被撞到，怎么我喝水都会胖，怎么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好。你身边一定有这种朋友，在他的身上，在他的 FB 里面各种水逆，各种衰，各种讨厌，各种抱怨美国也好，抱怨台湾也好，抱怨政府也好，抱怨家人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他的世界充满着乌烟瘴气。那你觉得一个乌烟瘴气的聚宝盆，我们刚刚讲的
会吸到什么东西？是会自动的长垃圾出来，对不对？人家看到就丢垃圾啦。那个天上的神他没有垃圾啊，他也在找啊，地上哪里是垃圾桶啊？他觉得你这边好脏哦，赞哦，他就把脏东西全部丢到你家底下去，丢越丢你越衰你越衰你又越骂，你一直骂你就越来越衰，然后你就一直这样子负循环老天爷就看到你一直骂，他就觉得你好喜欢哦，你好喜欢骂哦，我就多给你一点这种你会骂的东西，给你。然后另外那个人他家的聚宝盆很干净，你也不好意思丢垃圾，真的对吧？你去到人家家里，看到人家家里弄得很干净，你有一个饮料杯，你都还会自己带走，不好意思留在人家家里面，因为那个家干干净净的。所以天上的各种神明也是一样啊，宇宙看到你家很干净，这个聚宝盆很棒，他就会把属于好的运气给你，就这样丢给他，对吧？所以旁边同学说的对，我们要慢慢远离一直在网络上或在生活上面抱怨的这些人。如果那个是你的同事，你就不要跟他当同事，或是说如果你跟他当同事的不得已嘛，他就坐你旁边嘛，你可以不要跟他深交，你就只是同事之间好了，正常的讲话，这样就好也不用试着去改变他，不用，好不好？很多人在这种地方他说我要当太阳去改变别人，然后结果开始你骂我骂你，弄得乌烟瘴气的。不用，你做好你自己，好的东西自然会跑进来，好不好？那有同学说看影片说人组成的最小单位是量子对啊，这个在我最早期的吸引力法则的影片我其实也讲过一模一样的东西。这些都是 Adam， 我的衣服，这杯水，你的头发，你的眼镜，你坐的椅子，全部是同样的东西做成的。我的皮肤，我的指甲跟你的衣服是同一个东西，就是跳来跳去的原子，所以都是假的，都是能量，对吧？所以所有的这些都是可以有能量把你吸进来的。同学讲的没错。有同学说，如果是父母怎么办？远离父母啊！我很认真的说，远离父母。如果你的父母一直这么负面，然后你还不远离他，那是你的错。我真的讲好不好？远离你无法改变父母，父母这种角色，任何人的父母都一样。他认为你是他生的，我也试着改变过我的父母，但是改变不成功。那总之你就远离他。远离他就会有距离美两个人就偶尔出去吃饭这样就好了。逢年过节回去找父母，这样就好了。但是平常就是远离，你做你的事情，你扛起你家的责任，他爱怎么讲那是他家的事，我做我的。对，远离父母，好不好？对，搬出去住，然后偶尔回去这样就好。我觉得搬出去住是一个最棒的解法。我的生活也是从我的生命也是从我搬离开妈妈家开始，才开始变成我自己的，这样 OK 来咯。所以吸引力法则的重点不是要你去改变外界的宇宙让这边变有钱，然后钱给我，不对，而是要你建立出你自己的宇宙。所有的重点都不在外界，所以我刚刚才会在第一张图跟大家说，大家做事情都做反了。大家去庙里面拜拜的时候，都是在拜托拜托让我变有钱拜托给我多少钱拜托让我中乐透，拜托让我有房子。No， 你都拜托错地方了。一个本身就有的人，你去扮演他；一个很有钱的人去庙里拜拜的时候，他会求钱吗？不用我就很有钱啊。他会感谢什么？感谢土地公，感谢妈祖，感谢任何一个你拜的神明。你要拜耶稣也好，感谢耶稣，随便你。感谢这些神明，这些宇宙赐给我很棒的生活，让我有机会手骨变得越来越大只，有没有？然后去帮助其他人。感谢你。我现在去庙里拜拜，我都是感谢，我从来没有现在我就没有再求给我钱，求给我什么，不用了。这样，我问你如果有一个客人来你家，一伸手就跟你要钱，来给我钱，
给我钱，给我钱，给我钱。一个客人来你家拜访是这样，你会给他钱才怪嘞。啊，如果一个客人来你家，哇，很好礼哦，就好嘞。啊，谢谢你照顾啦。哦，过去这些年来，我们儿子都让你照顾。哦，谢谢你，谢谢你。你会不会对他很有好感？哦，对嘛？所以拜托各位，你去庙里拜拜的时候，拜托换一个说法，不要再求了。这么多人跟他求，没有人跟他感谢，所以你当那个少数几个跟他感谢的人，他们会很开心啊！终于有人知道我对他们的好，给你多一点，对不对？好吗？再来，你去庙里问济公师傅的时候，有没有去庙里问事嘛？你知道他们也在帮你用吸引力法则吗？例如说你疏忽，我以后的业务会怎么样，对吧？然后说你业务会很顺利，掐指一算，很棒，你明天去签约会成功，结果你明天一早出门就说哇，有师傅的加持，容光焕发，你整个人就是动力满满，有没有？你公司的老板看到你说，哎呦，很赞哦，我就派你出去签约。你签约的时候，你也是信心满满的，然后不会畏畏缩缩的跟人家讲话。你是不是会觉得这整个案子就更容易被你谈成？因为你会更直接的展现你的优势在哪里，对不对？就算你要唬烂，说不定也因为你很有信心，也给你唬烂成功啊！不要唬烂啊，我只是开玩笑的这样，对不对？然后如果旁边有个同事也跑去问师傅，师傅掐指一算，哎呀，你不适合做业务，你做业务会很差很差。结果你从那个庙里回家以后，跟老婆说老婆怎么办？明天要签约的，但是师傅说这个约会签不成呢，怎么办？结果晚上呢睡也睡不好，翻来覆去，一直在烦恼说怎么办？师傅说我不适合做业务，我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啊？怎么办？那我要做什么啊？但是明天又有业务要谈，怎么办？你觉得你会散发出什么气息给你要签约的那个客户，给你的老板？人家会把单子给这样子的人才有鬼嘞，对嘛？好吗？有人说雅典娜，你会讲到这个，代表你的年纪跟我差不多咯。Gagasas you second， 对吧？我们都会念的，对不对？小时候还会在路边跟兄弟姐妹扮演那个天马流星拳的东西。你是子龙，你是谁？有没有？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这样讲，一个他站在正面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的人，他的宇宙就是一直正循环，因为老天爷一直给他好的东西，他聚宝盆是干净的。另外一个，他的家里充满垃圾，心里都是垃圾，都是愤怒、嫉妒、讨厌、执着，都是这些东西。你觉得老天爷会给他什么？你爱执着，那就给你多一点执着；你爱愤怒，那就多给你一点愤怒。你爱什么呢？你每天讲的话是什么东西，就多给你一点东西。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们很少去批评网络上面的其他人，就算人家有黑粉讲我怎么样，我可能偶尔小小的酸一下就带过去了。为什么？我不需要让这些黑黑的东西进来我一个很漂亮的宇宙里面，在我的宇宙跟它是平行宇宙。讲到这个，我之前看到网友截图，有人信誓旦旦的说，老于跟 TS 的那个见面会，老于还把 Michael 邀请到台湾来，已经办过了，他在现场。我心里想的是，这是哪一个宇宙啊？我拼了老命想要把他邀过来，他都邀不过来啊！他顶多只愿意跟我视讯啊，我就不要视讯啊！我想要把他带来啊，但是没有办法，好不好？没有这件事啊，那个是发生在可能是在某个奇妙的宇宙的地方啊。但是那个网友看人家截图给我看，他的说法是有我看过老于办的那一场，在最后面他请 Michael 现场出来。拜托带我去，好不好？好不好？所以我也不会让这些事情进来影响我不会真的生气或怎么样，因为我的宇宙是我自己建构出来的。他的宇宙是那样子，可能他在一个618地球的那个地方，真的有一个老于，然后找得到 Michael 叫他过来啊。
那个老于厉害啊，但这个老于做不到啊，好吧，就这样子，好不好？来，事实上我根本不在乎 ，I don't give a fuck, I don't give a shit about law of attraction， 我根本不在乎，为什么？因为像我今天我刚刚载我老婆出去，然后我们去拿个东西，我要停车，结果本来看，哎呀都没有地方可以停，我就在一个红绿灯前面这样子，然后呢就在前面哦，最末端的一个停车的位置，刚好有一个人就上车，就在我绿灯的时候他就开走，所以我一绿灯可以走的时候，他一开走，我刚好停他的位置，我就哎呦，怎么运气这么好？我最近很常讲，包含过年期间我都很常讲，怎么运气这么好？怎么这么刚好可以干嘛？可以干嘛？又可以干嘛？所以我只是试着常常讲这种，怎么最近运气好好哦？怎么又找到车位小事？又干嘛？大事女儿的怎么样？都变得很好，哇，太棒了！所以我是试着把我遇到的事情，我遇到的任何事情，我都会用一个正面的态度去面对它，去解决它。遇到坏事也是好事，遇到好事也是好事，我管他遇到什么事都是好事。对，就算我赔钱，对，这也是好事，因为是老天爷在教我一个教训。我以前赔掉100万一个晚上，好事，还好有那次，不然等我长大了，钱更多，我就是赔掉1000万，不是赔100万，对不对？所以我都要感谢过去的这些事情，好吗？我其实只是把自己的人生给扛起来，好吧？那 TS 那边我还是会很努力的邀，因为我都看到其他的这种平台，他们也跑来台湾了。我说，你们人家都来台湾了，你不能这样子吧？好吧，我很努力在试着邀，但是他们要不要过来，我不知道，这个没有办法。OK， 所以我要把吸引力法则用在邀约 Michael， 所以我想象一下 ，Michael 已经来了。Michael， 我在想你哦，我们大家一起集气，这里有500多个人，我把 Michael 想过来，好不好？你已经来了，然后在台上分享一些他的故事，各位可以问他，他之前是一边当 bartender， 然后一边在晚上在那个他的那一个他当时被人家请的那种交易的公司上班这样，大家可以问他那段故事，看他怎么说，问他要不要全职交易，你看他怎么说，好不好？来，那今天的准备到尾声，我要用这个跟大家聊。上面这句话“积善之家必有庆余”，这是流传在我们中国里面很久很久的东西了。这个我也不知道古人留下来的智慧，对吧？为什么这句话会这样长期的留下来？“积善之家必有庆余”，什么是积善？为什么不是饥饿？为什么不是，对吧？那庆余是什么？庆余就是福分、福报。我们不是讲要种福田吗？对不对？结善缘吗？对，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大家一起做这件事。那我的人生，事实上是从我开始为别人着想的改变。这个可能只是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开始，但是我改变不是为了要积善或者有余庆，我根本不打算要赚钱，林北就是爽，就是爽。就这样而已，我只是想要帮人家，没有打算要求什么回报啊！老天爷要给我也好，不给我也好都没有关系，不给我回报很正常，给我回报运气好啊，感谢你。但是我的脑袋中一直有我想要扮演的角色。老于，你是不是在演戏？你是不是做人设？对，但是我打算演他个90年。我现在应该没有90年可以演，我已经40几岁了。我演到90岁应该就够，我打算演他个40几年，演到我过世都还在演，这样子够了吧？我是不是在演戏？我是不是在装？是，但我就装他个这样子，可以吧？对不对？好吗？所以我们只是在把自己的频率，那个频率调整到调频音乐网一样，调到你喜欢听的音乐，你爱听什么音乐都你自己调的。你每天出口成章，你的调出来的音乐进来的就会是脏脏的音乐。你调到古典音乐台97.7，你听到就会是很舒服的巴哈、贝多芬古典音乐台，对吧？
那个音乐的频率是你自己调的，没有任何人能帮你决定哦。那你现在就可以决定你这1秒钟接下来你要调什么频率。那调到那个频率，宇宙什么时候会给你好运什么的，那是宇宙的事，我就先把我的频率给扮演好，这样就好了，好不好 ？OK， 所以吸引力法则，时间过很快。有同学说我要吃的很养生，是真的。我觉得我最近变养生了，包含过年出去吃那个吃到饱的，我很努力的克制了那个哈根达斯的冰淇淋，我也很努力的克制一大堆甜点、面包那些。没有办法，我的肚子不允许我这么做，我的身体也不允许。我只要喝1罐可乐，肚子就肥1圈；2罐可乐就多2寸，很恐怖，好不好？我吃素吗？对，我吃了10几年的素了。讲到这个很好玩，我吃素的主因就只是单纯因为我不想杀生，没有去烧香拜佛，也不是许愿，就只是我不想杀生，我不想吃活的东西，就这样。那某一天早餐我讲过啊，我就从本来要吃培根蛋饼，就改成玉米蛋饼，因为玉米不是活的，那个蛋也不是活的，蛋我可以，我是蛋奶素，所以只要它本来不是活的，我就可以。像这种活的我一定要抱一下，来过来见客，难得他陪我直播，来，哎呦，来，这只是我们家很珍贵的活的。你看这么可爱的东西，你怎么舍得吃它？对不对？对吧？这只叫牛奶，很可爱，对不对？哇！上去！哇！全部都是白毛羊猫就是这样子，好不好？那就是这样 ，OK。所以最后是请大家，我们一起积善，大家都有这个余气，好不好？好，来咯。那请大家一起跟我念一下这个咒语。这个咒语其实我们念了很久了，不跟你下去。我们念了很久了，谁在吃包肉？好不好？请大家一起跟我念。所以我念这个的重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这样子，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好吗？好，来咯，每天都是好棒的一天，会有好事发生在你我身上。我会尽力帮助身边的人，让他们过得更好。好了，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我要继续去放假去了，好不好？各位，我们下礼拜见。下礼拜就对我来讲就正式开工了 ，OK？ 各位，拜拜。这张照片很棒，对不对？来，我把这个字拿掉，用全萤幕给大家，很棒，很棒，对不对？这张照片，这是我太做我老婆拍的，很美，很美，好喜欢这种感觉，对吧？好了，那今天就这样子咯，各位，拜拜。